节目做这么久啦，我每次都看人家录年菜，这个明星都吃得很好，就很开心，吃完他们就走了。但是今天非常开心，终于轮到姐夫了。今天姐夫要为大家介绍年菜。那珊妮老师在哪里呢？珊妮老师带了他的一个好朋友来。珊妮老师，嗨，大家好！大家好，我带了我的好朋友，我是为了可怜姐夫啦，因为他都没吃到。来，惊奇，我是惊奇，大家好。惊奇四超人那个，惊奇四超人 surprise， 对，给大家 surprise。对，我今天真的很 surprise， 你知道吗？哎，满一桌是怎样？对，是这个像整死人嘛，信手拈来就这样一桌哎。你知道吗？我跟珊妮老师去吃饭啊，光吃一个小火锅，吃完我就要去挂急诊。对，他每次为什么？因为他猫胃。哦，猫胃。我看着我大概要吃多久？对，他不挂急诊。因为我们过年就是要澎湃。对，真的，这样一桌菜，那就是除夕夜吃而已啊。对啊，就是。可是我们可以有层次的吃啊。对啊。我们今天吃这个，明天吃那个，我们很多变化的。对，你知道以前我们家在吃年菜，就是除夕夜大家全部吃完了，然后初一开始吃剩菜剩饭，不是。其实现在东西是精致，然后量少就好了。对，但是这样很多，所以要看摆盘，让他觉得很澎湃。其实东西也没有很多，其实不是蛮多的，12颗是蛮多的。12颗，对。那小家庭没关系，就是用6颗也很漂亮。对，珊妮老师怎么样？碗筷呢？你是要先介绍碗筷是不是？没想啦，碗筷也很重要，碗筷也很重要。对，开饭。对，我们今天录影录很久了，真的，先来肚子饿。好，我们边吃边聊嘛，没问题。你看哪一个比较顺眼，就先吃哪一道吧。那你由你来决定，由你来介绍。对。开始我们要吃哪一道？对，这一道太厉害了，这一道是粉蒸排骨。粉蒸排骨，对，粉蒸排骨通常我们都看它是小的，对不对？你说在那个牛肉面店，对，就是什么老张牛肉面，它会有个蒸笼，然后粉蒸排骨。我了解，有点像港点的感觉。对，那这不一样。对，因为这是比较台菜的做法。台菜就是要大班大块。真的吗？肚子饿了。对，您先用，试试看。会不会等一下吃3道你就饱了？我就饱了。等一下换主持人。如何？真说不出话来。入口即化。粉的那个味道跟排骨肉整个融在一起，然后肉入口即化，加上一点葱花。这一道必选哦。粉蒸肉这一道一定要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，然后超下饭。而且这道最简单，加热就好了，几分钟就出好菜。你看多好，对，该有的味道都应该不能放微波炉吧？你知道姐夫就是个偷懒，就不会啊。没有，就是你知道，家里没蒸笼，也没微波炉，什么都没有。那也没关系，可以叫我们宅配到你家啊。蒸好的宅配过来，叫幸福到你家。可以问到台章呢？台章就寄冷冻食品给你。自己带回去蒸啊！你讲台章哦，喜贺。没啦。好，我接下来我想看那个。来，这个叫做梅干扣肉，这个是妈妈的最爱，爸爸的最爱。对，下饭最好。对，我觉得这一道你吃2碗饭，我来好吧？你一定要先吃个梅干菜。对，梅干菜要先吃，夹一点肉，夹一点梅干菜。突然间想夹那个，你知道吗？什么？挂包可以哦。所以你们有订过？我们有卖迷你的挂包，因为你这么大一个，你可能就饱了。对，那我们有那种迷你小的。对。那应该好主意，我们应该是买这个送1包挂包，对不对？因为有的人他好贴心哦，对。我跟宇哥 idea 对不对，应该给你顾问费哦。好吃吗，姐夫？好，那我吃一下梅干菜。来，我们来吃看看。吃，这一道真的太厉害了。这梅干菜好香哦，很好吃哦。我怎么自己说自己做的好吃？不好意思。没有，真的好吃，要梅干菜很好吃。每一道各吃1口，他就饱了。我们节目就可以结束。这么快？没有，多好养，这个梅干扣肉，难怪他会第3个才选狮子头，是的，因为它太大了。对，来这个狮子头不得了，我跟你讲。过年为什么要吃狮子头？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对我来讲就是圆圆满满。对，那就吃霸王就好了。没有这回事。霸王外面都是糯米，对不对？不健康。对，是这个狮子头来。那为什么要狮子头？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说，因为我们团圆嘛，那家里面有长辈，有的长辈牙口不好，
对，那你那种很狠，对，对不对？他你就直接半入口即天化，你准备个狮头，他觉得非常感动。对，赞，对不对为？什么看你吃什么都好好吃哦？它真的好吃，院是真的好吃，真的好吃我们现在不是在演戏哦，对，你知道真的，我如果真的吃，觉得有不好吃的，表情会立马出直接，现。然后剪也剪不掉。所以惊奇，你看，你每一颗狮子头，我觉得都挺大的。其实我们的狮头其实本来是更大，但是为了要做年菜，我们就把它做的比较稍微3分之2的大小。OK，其实这样其实以师傅来讲，狮头就是要大才好吃。真的很厉害。那我们的酱汁是用柴鱼汁，对，因为你用卤的越卤它越咸。嗯，对，我们是用柴鱼汁去提它的咸度。然后再加上一点那这个叫过年不用做。吃点青菜嘛？对，对啊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吃什么？喝点汤好吧？好啊，来，佛跳墙是，对，为什么叫佛跳墙？你知道佛都，你知道，你看好吃到人佛祖都想要跳墙，真的。哎，这里面非常厉害的是惊奇，我们有该有的都有了。对。不该有的也没有。对。什么叫该有的？对是什么叫不该有的？其实佛跳墙就是你该有的有，而且你的斤两算得非常精准的时候，你的汤头才会就好喝。对，多一点都不少一点行，都不行。对，斤两它是有比要拿得非常例的。对，它这个汤头它是有黄金比例的。对。哎，我有看到乌参哦。佛跳墙这件事情，其实里面有我不吃的，例如，乌参。那你是香菇好，那您吃香菇好，那你为什么不吃乌参？因为我是因为欧洲车拍款吗？对，就是那种软软的，有没有？他怕吃软软哦，的，他吃硬不吃软。对哦，对。安尼讲咁对。没有哎，可是你知道有胶质就是乌参啊，对啊，然后蹄筋啊，这些都是有胶质。因为我里面其实我以前也不吃佛跳墙的哦，但是后来在那种喜宴里面啊，就吃了，就是感觉好像也没什么嘛，然后就吃一下，然后里面发现它有那个芋头，好吃，对，一定要有芋头，对，有香菇，一定要有，有香菇，还有这个笋，笋干这个笋一定要有，非常爱。有的还有的是那个叫什么？那个栗子哦，栗子才好吃，对，栗子我没有，我刚刚是要想讲那个。我找荔枝还没找到，没找到，等一下再来找，慢慢捞，找到有奖金哦。对。哇塞，你讲1000起跳，好哦。因为我真的，但是一天晚上也找不到。还有一个猪脚也一定要在里面啊。对，少一个猪脚也不行。对，那个狗狗的那个胶感就没有，胶质就没有了。一般有人还会做那个排骨酥进去，对，也要排骨酥。哎，你刚刚讲到那个猪脚是不是？对。好，那你就介绍那猪脚。那是蹄膀。猪脚是走路的地方，对啊，蹄膀是上面，对，大腿部位，对，蹄膀其实我们其实蹄膀有很多种做法，对不对？其实，在年菜做，我觉得笋干搭上蹄膀是最好的搭配，因为蹄膀一般人都会觉得比较油腻，对，所以搭上笋丝。会比较就综合，对啊，纤维把它搭起来，然后吃就不会那么油腻。那你知道惊奇，我一个人，我其实现在是没办法，功力大减。以前我一个人过年，我可以吃到一个蹄膀。其实我们还好啦，我们现在就说，其实我们都尽量选比较小的蹄膀。真的吗？如果这样一桌啊，可能如果摆在我们家哈。我觉得大概可以吃2个礼拜还没吃完。那您家只有2个人吗？没有，他们家食量都很小。不是哦。那如果这桌摆在我们家，大概当天就没有了吧？对啊。蹄膀不是万峦猪脚，对不对？猪脚就是猪脚，猪脚就是猪脚，蹄膀就是蹄膀。对，我要来吃一块，金锦要来一块。好啊。我来加一块。Oh my god！ 替大家品尝看看。刚切开来，那个香味就已经扑鼻而来。Oh my god！我告诉你，我妈看到这一集，她都疯了。神妈疯了吗？对。好，你知道你过年不要做，但年菜回去不用过啦。太辛苦了。对啊。我跟你讲，咸淡适中，老人家小孩都可以吃。因为有的店家他蹄膀做的很咸，然后不然就是很腻，他没有今天你这个蹄膀真的很赞，入口即化。皮，而且有点 Q 度，对不对？皮的部分还有 Q 度，可是而且你不会觉得腻。对，肉的部分已经细致，很细致。因为我已经饱了，已经饱了。猫味没出息的家伙，对。你还要介绍，还有好多道还有，对，下一道叫这个。这个是什么排？葱烧紫排。葱烧紫排。葱烧紫排。干烧吧？对，就我们用葱去干烧它。对。
来吃。我觉得纸牌要烧的好不容易，因为它的味道都要整个沁进去，对不对？可能在弄之前要先腌吧，要不要腌？还是不用？它直接用这个火慢慢煨进去。它还是要腌制一段时间，对吧？对才让味道味道才会进去。排骨里面真的是入味入到很入，对不对？很入，就是一种入，对不对？这个很棒，很入哦，这个太细致了，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耶，整个味道进去了，而且不咸。大过年的吃很咸，因为现在的人讲养生嘛，养生其实不要吃太咸。如果人不多的话，除夕可能就吃一半嘛，一半，我们或者是3道，炒个青菜，然后这个弄一半，对不对？6颗，然后就可以了。然后大年初一再吃一点，再吃一点，然后那个在初2回娘家带去也可以，对不对？很有面子，带个蹄膀回娘家，然后初3可以再吃一个，然后那个小炒什么的就结束了，可以吃连四餐呢。真的很划算哎，而且超厉害的，每一道都是经典。如果你搭配的好的话，其实你不会觉得吃的重复，不会耶，而且每一道都它有它的特色。而且如果说妈妈有创意的话，她也可以再做再加一点点的，加一点料，对配料，小变化嘛，对不对？又是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是的。姐夫真的不是美食专家啦，但是好吃的东西我一定就是说好吃，不会说不好吃。废话，非常诚恳，对，好吃，太厉害了。但是就是诚恳的，对。所以如果妈妈很厉害的话，如果知道怎么样去做变化的话，其实她不会觉得是同一道菜，对，而且不会因为我们桌面有限，我们就只能做这样的呈现。那对如果你会做一些配料，等一下，那个惊喜的意思是说，如果我们桌子再大一点，还有其他？当然啦，对。你要多大的桌子，它就可以帮你。如果你要吃30个人，那就是更澎湃。对。年夜饭30人大家庭的，像对啊，也有大伯、二伯什么都回来的时候，那一家人好多人对不对？有以前我们家就是所有要分2桌的，然后好不容易那碗洗完，客人又来了，洗不完的碗，妈妈最累，对。好，终于最后一道，那个厉害的。好酒成瓮底，好酒成瓮底是吧？它有没有酒？有，当然有啊。所以叫好酒成瓮底啊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大过年的除夕，你不喝点酒怎么行？你不喝也要吃啊。不喝酒也不是1天2天的事来。对，它这个是红枣。对，红枣吸酒吸最多，好不好？对啊。你要看啊，近期这个虾这么大只，而且 Q 嫩新鲜。虾好不好吃？你做的好不好？剥的时候就知道了啦。剥的时候就知道。对。哦，你看好剥跟不好剥，虾黄、虾膏。重点是虽然是虽然是年菜的那个我们的定是不是？对，虽然是这种外送年菜，但是它的那个壳就好像你现场买来你自己做的一样，你剥的时候就知道它到底好不好吃了，是脆的哦。这你吃就知道了，哇，真的。这一道一定要。那个珊妮老师，其他等一下你带走，虾我就留着。你就吃到病标给我。对，好，没事。不能吃3只，你知道吧？对。还有什么？3只啊。对。为什么不能吃？因为嘿，要吃4只，叫嘿。对。是，对，吃虾要有技术，一定要吃。对，要吃4只，不可以吃3只哦。那我吃2只，嘿。也不错。那也不能吃1只哦，因为很虾。对，太虾。对。怎么样？很香，我说的这个。所以等一下你要吃几只？对，你可以2只。哦，好。嘿，怎么样？如何做这个的话？这个你连放到蒸笼去蒸都不需要，对，静待3个小时就好。你从冰箱拿出来退冰3个小时直接吃。对啊，因为醉虾本来就要吃凉。那你懒得摆盘，你就把那个打开就好啦。对，非常棒啊。是。时代越来越进步，对啊，你都不用，一切都越来越方便。然后厨师也越来越聪明，对，厨师他的想法还有你他跟着时代走，整个麻烦的都不要了，回家就是直接有的东西根本不用加热，直接打开就可以吃。真的，对啊。虽然是说20分钟了之后，你可以，我告诉你，不是他还是坚持吃2只啊，对他坚持吃2只，不然吃太虾了。对。可是我很少看到人年菜的虾这么大只的。对，但是你过年得要大只才觉得大气。一般外面他们只要有卖虾的虾都很虾，都很虾。还有重点是粉粉的，没有都粉粉的。对，就不新鲜了。之前不买年菜，之前我有曾经买过一次年菜，对，就虾被虾子吓过。不是啦，就是菜名写的非常的漂亮，拿来就不怎么样，很好，对，然后很澎湃，就一来。因为叫照片嘛。
对，就鱼它可能在照片上这么大，就一来大概只有这样。对，有一年我们家在那个老爷买了他那个鸡汤，是要赶回基隆，你知道吗？就他们给我2袋，就到基隆2袋都是汤。我都溢出来了啦。没有鸡没拿，他就鸡没拿，因为太多人要领年菜了，他就给我们2袋汤，那我们也没打开看就走了嘛，因为很急嘛，这样结果好了。那后来怎么处理？就没有再补你2只鸡，没办法就算了。那之后再跟他讲，但是因为大过年啊，对了，真的是夜就没有鸡啊，对了，整个就是一个。但是因为过年人家帮我们付，我们就算了啦，对，因为大家都要过年，人家已经很辛苦了。是的2只虾，嘿嘿。而且这个年夜饭是吃完每个人都会笑的。对啊，没有说开心，对，就开心，对，真的很丰富。那如果你想要当台湾好媳妇的话，就是假鬼假怪，嘿，然后装一点，做一点花椰菜啊，变化一下，什么有的没有，人家会以为是你煮的，对，怎么旁边放一下，对，这样，哎，也不错，也不错，这也是个好对，然后摆盘摆的美一点，像不像围一个边？哇，那婆婆没有人相信不是你煮的，对。年夜饭其实老实说很少摆盘，真的。我没看过，有啊，年夜饭一定要摆盘呐，真的啊，只有郑德英他家会这样，我们家也会摆盘呐，像我们都是假鬼假怪，一定要假鬼假怪，你们就是假鬼假怪啊，对，一定要再摆一下盘呐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拍照，嘴巴要甜，手要巧，对，然后这个婆婆就对你另眼相看啦，对，但是辛苦的就是你啊，明年还是要你来弄，而且你要叫婆婆去客厅坐好哦，对，不能让她看到过程哦，千万不要进来哦。对，你就马上一下就弄好了。对，说哎，怎么1个小时煮好了？变魔术吗？对，因为我们会善用工具。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啦，就是安尼办一道爱盖贵不？这一桌3000有找。我们就把这个资讯哦，对，放在我们的那个说明栏上，大家仔细看，然后要订的什么，因为我们会把订购方法，还有截止日期，怎么样取或什么告诉大家，这样子。不是啊，那个截止日期，那过年过了，这个就。没有，你订年菜一定要有截止日期，对啊，不然他们没办法收单呐。而且就端午节还来，端午节他们也会期待啊。对啊，那我什么时候收到这个货啊？到底有没有订成功啊？对啊，端午节惊奇还有厉害的，端午节还有肉粽，北部粽跟南部粽，对，不行了。你不行了吗？男人不能说不行。如果大家真的有兴趣，麻烦说明栏说明的很清楚，对，就去看一下。然后如果说不好吃，找Sunny老师。没了，来，全部找我来，对，全部来冲着他去，对，冲着我来，我一定会给你们非常满意的答案。对。那如果不会煮，就找我。对，如果不会煮，就找惊喜。对，他马上会告诉你。我告诉你怎么煮，不是帮你煮哦。对，告诉你怎么帮你煮比较贵一点。对。所有的资讯都在下面。那今天谢谢惊喜，谢谢，感谢，让我们这么丰富，这么喜气。对啊，好了，年菜就找惊喜，让大家欢喜过新年。对，耶，拜拜。